勾结蒋和营，冒充戎狄，杀害我父王之时，你可曾想过你也有今日？不是我，是蒋和英，是他一手策划，是他对你和皇叔心存怨气，是他下的狠手，不关我事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狡辩？你真以为你能活着走出宗正寺吗？你的每一条罪行，证据确凿，按律法皆当斩。圣上这般安排，只不过给皇家留一些体面罢了。你从来都是背后阴谋害人，临死前，我给你一次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。是我错。我错了，我给皇叔磕头认罪。家主与我父王身上的每一处伤，我都要让你这个豺狗之辈亲自体会。我是豺狗之辈，在这个皇宫里面，哪一个不是狼子野心？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成王败寇罢了，这都是父皇教的。你敢说父皇错了吗？你敢吗？你胭脂想要报仇，就应该带着永慈一起去你父王的坟前自将而亡，因为你们才是害死你亲爹的真凶。你在说什么？胭脂，你为了一个女人羞辱于我，羞辱于我，我怎么能忍？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杀了皇叔，出这口恶气。胭脂，你为了一个女人害死自己的亲爹，你才是那个背负皇族的逆子！逆子！杀了我！杀我！杀我！
世子殿下绝不能因一时心急而罔顾律法的清正严明。快！退下！还不快收刀！对少帅还信不过吗？属下莽撞，还请勿怪。少帅言重了。我已不在朔溪军中，少帅二字就切莫再提了。往后，称我为燕校尉即可。我等对王爷仰慕已久，只恨未有机缘，追随您一起杀敌灭寇。无论您之后在何处任职，在我等心中，您永远都是少帅。薛青山，就凭你这句话，你这兄弟我认了。白凤，你我既是同袍，亦是连结，虽往日未能共赴沙场，但今后也要携手共护皇城。青山，定以少帅马首是瞻。这几日，还需诸位看护一二，待严某反攻自省，再与诸位同袍同心，共卫京畿。是。燕琪死了，他自己撞在我的刀上，自尽而亡。我未能亲手给父王报仇，你说父王会不会怪我？不会的，父王肯定不愿看到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变成杀人凶手。看到你未被仇恨所裹挟，父王才可以安心往生。可受伤了？没有，身上都是仇人的血。太后头胎生的其实是双生子，可其中一个孩子先天不足，若死在宫中，会被说成是不祥之兆。当年太后也只是贵妃，处处被先皇后所挟，朝不保夕，哪敢出一丝差错？太后只好安排，将这孩子送出宫去。母妃没办法把你留在身边，贵妃，你去向圣上和皇后报喜，说我诞下一名皇子，母子平安。是。你带他走得远远的，一声都不要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。那小皇子日后该如何与您相认？此生为了，否则我们母子都难逃一死。无论相认与否，但能多活些日子，我就知足了。给小皇子
这个名字吧，他刚生下来就要与亲人共同分离，希望他可以原谅我这个做母亲的无能，就叫严寒吧。没想到被太医诊断会命不久矣的严寒，竟然在宫外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我便以远房亲戚的身份，一直照顾他长大。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，圣上要册封怀格尔为太子了。不是说圣上最爱领格尔，有先帝遗风吗？怎么又立了怀格尔？怀格是嫡长，被立为太子也是情理之中，所以主子特意吩咐，务必带韩格尔远远地离开京城，免得让人发现他跟怀格尔面容相似。说句诛心的话，这皇家的规矩也是泯灭人伦，说什么刚生下的孩子死在宫中便是不祥。哼，我是不信。主子又何尝不是身不由己啊？若是没有这个忌讳，韩格尔又怎么会流落在外？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那我先回宫了。我送你。可惜老奴一时不察，让燕寒知晓了自己的身世，从此他便恨上了燕氏皇族，瞒着我离家从了军。当初他们选择让你活下来，如今也该轮到我了。天下终究还是我的。几年后，当我得知他亲自斩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叛军首领傅承义，为救下新皇燕怀葬身火海时，我就知道太后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世人皆知圣上为权奸叛军，火烧密陵，身受重伤，九死一生才回到京城。那现在回来的是严寒，正是那个腰上有黑色胎记，生下来就该被溺亡的孩子。怪不得他与之前笔迹不同，还杀了太子和成王。钱嬷嬷，你可将此事告知皇后？至亲至疏是夫妻，皇后对严寒早就起了疑心。严寒回到京城后，便派人追杀我，老奴无处容身，只得躲回京城求个灯下黑。得知帝后不和，这才托人给皇后带去消息。那太后可知晓此事？王妃可知为人母的心吗？亲自抚养长大，共同生活20-30载的儿子被换了人，太后怎会当真不知？只是2个都是亲生儿子，一个已经没了，太后如何忍心再葬送另外一个？皇宗母曾说，他这一生只由着心做过2个选择，结果都不好。莫非是只留严寒一命，和替他隐瞒身份？钱嬷嬷，你今日所言若有虚假，你可知后果？老奴有负太后嘱托，本该以死谢罪，只是老奴担心有朝一日真相揭开，无人能给太后作证，才苟活至今。老奴若敢虚言惑主，生死全凭王爷处置。
准备！我燕池刀下，只留戎狄与乱臣贼子的血。不想死，就乖乖束手就擒。上！上！